吴柏林在南极冰冷的极夜中一路向南，外界的低温对他虽然没有太大影响，但在这种环境下急速狂奔，却对体力和灵气消耗巨大。原本他可以在几十公里之后就停下，立刻开始挖掘冰洞栖身，但他对美军的火力实在有些畏惧，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就折在这里，于是便一口气跑出将近200公里，才选了一个连企鹅都见不到的地方，用自己的剑气硬生生劈出一个直径约1米、深约30米的冰洞。冰洞劈开之后，他将挖掘出来的冰渣全部击碎成沙粒一般大小的冰晶，这些冰晶很快便融入漫天冰雪之中，消失不见。随后，吴柏林立刻跳入其中，为了最大限度保证安全，他用灵气将洞壁的冰融化一部分，又以灵气将这些冰拖至洞口。零下60度的严寒很快变僵，灵气托举起来的水重新冻成冰，吴柏林就如同一只蚕，将自己封闭在了茧里。他想得很简单，索性就在这里等到南极的夏季到来。至于探索南极的事情，今年就只能搁浅了，否则以自己所剩不多的灵气，在南极四处探索的话，根本支撑不了多久。这也是吴柏林行事风格的体现，宁可半途而废，也不盲目冒险。做完这一切，吴柏林飘然落在30米深的洞底，他盘腿而坐，屏气凝神，准备入定。入定之后，不但可以辟谷，便是空气也全然不虚。美军不用专业设备地毯式搜寻，都不可能发现他的下落。入定之前，吴柏林抬头看了一眼上方，外面虽时极夜，但极光璀璨，30米厚的冰层也并不能阻挡所有光线，再加上冰的内部结构复杂，微弱的极光渗透进来，被不规则的折射之后，让周遭有了几分梦幻感。回顾这些天一无所获，他不由轻叹一声，在心里叮嘱自己，不可全神入定，以免外界时间流逝太久。每隔一段时间要醒来一次，以免错过南极的夏季。菊地航平等人没有被带回日本昭和科考站，而是直接被押送到了美国的麦克默多科考站。在麦克默多科考站，他和其他队员被隔离审讯，审讯他们的是美军的工作人员，即便是渡边五郎都没有机会接近审讯室，就更别说参与审讯了。美军审讯的内容也很简单，核心问题就2个。第一，他们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向国内隐瞒自己的动态？第二，他们到底在南极大张旗鼓地搜寻什么？菊地航平一个人扛下了所有，他的解释很简单，所有人都是听命于自己，是自己让他们隐瞒一切。至于在搜寻什么，也同样很简单，就是为了搜寻金矿，开采金矿石。美军听完感觉智商受到了严重的侮辱，在南极开采金矿石，这他妈的有能商业开采的金矿吗？就算有，这里也是全世界开采难度最大的地方了吧？几千米的冰盖不打穿，你拿什么开采岩石层的金矿？可是几千米的冰盖想打穿，那成本比金矿可能产生的利润要高得多。而且日本科考队根本就没配备这么完善的钻探设备啊。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提供的资料，昭和站配备的钻探设备最大钻探深度不超过2000米，而且这种设备的强度只能取2000米深度的冰芯，根本钻不动岩石，拿这玩意怎么勘探和开采金矿？更何况这些设备就算能钻探岩石，也不能批量开采，钻头直径仅为122毫米，也就碗口粗细，靠这么小的洞，就算能找到金矿，也根本无法实现开采。别说收回成本，就连设备的邮费都赚不回来。所以美军一致断定，菊地航平肯定是在撒谎，他一定隐藏了真正的目的。于是这些美军开始对其他科考队员进行逐一击破，可他们用尽了各种各样的审讯手段，都没能撬开这些人的嘴。这些人还不如菊地航平，菊地航平起码还能编个瞎话侮辱一下他们的智商。其他科考队员死活就是不开口，在他们的潜意识里，反正你要杀要剐都随便，我肯定不能把真人供出来。这就是心理暗示的强大作用。
它会让人放弃一切，只将心里暗示的内容奉为圭臬。紧接着，美军的海豹突击队在麦克默多站集结，改装的军用运输机在冰盖上方降落，士兵立刻登机，前往日本科考站。渡边五郎要求和自家的劝降队一起随运输机前往昭和站，但遭到了美军指挥官的拒绝。他告诉渡边五郎，现在美利坚军队已经全面接管这次事件，你们只能待在麦克默多站，不得插手此次事件。你们的昭和站那边，我们的军事人员会进行全面接管。渡边五郎感觉愤怒，质问道，为什么？这是我们日本自己的事情，我们的人，我们的科考站，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来了，为什么不允许我们插手？对方反问他，既然是你们自己的事情，为什么要请求我们美利坚军队支援？你别忘了，是我们为这件事派出了运输机、装甲车以及海豹突击队，所以我们接手这件事也是理所当然。让你们留在麦克默多站已经是特殊照顾了，不然立刻就把你们送回南美洲的基地去，让你们从那里直接回国。渡边五郎欲哭无泪，这他妈算什么事？自家的事情，自己反而没有资格插手了。关键美利坚态度实在霸道，自己现在是在南极，又不是在美利坚的非法移民，这些美军士兵也不是美国 ICE 的工作人员，凭什么这么对待自己？他不服气，通过卫星电话向自己的上级请示。上级听说之后也很是愤怒，国家的荣光都要在这里丢尽了。于是他对渡边五郎说，我会立刻要求外交部门向美利坚提出抗议，你再坚持一下，这件事绝不能就这么让美利坚全面接手。渡边五郎说，他们现在就已经在集结海军陆战队了，他们计划到昭和站把所有人都抓到这里来，我根本阻拦不了他们啊，太过分了。上级愤怒地说道，美利坚实在是欺人太甚，我这就向内阁抗议，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独自接管我们的科考站。渡边五郎道，那我等阁下的好消息。话音刚落，渡边五郎忽然听见有人用英语大喊，快叫一声，那个局地航屏上吊了。